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，我觉得是 AI 领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，就是说啊，AI 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你叫它一动它才动一下的被动工具了，它现在正在进化，变成一个可以主动自己想、自己做事的代理人，也就是 agent。这真的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升级哦，这是一场革命，而且它即将彻底改变我们工作甚至是生活的方式。OK，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。你看哦，过去我们很习惯的 AI， 像是 Siri 啊、ChatGPT 啊，它们其实就像一台超级聪明的答录机，你问它问题，它就给你答案。重点是你必须是那个主动去问的人。但是现在这个代理式 AI， 它完全颠覆了这个游戏规则，它更像是一个会主动思考的数位员工。它不是等你下指令，它会自己来找你说：“老板，这个任务我是不是该启动了？”所以你看哦，这整个关系就变了。你不再只是单方面的使用工具，你开始要去管理一个可以说为你全年无休工作的伙伴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 AI 大脑的升级。这个路线图大概是这样：首先我们会看看 AI 是怎么从答录机变成代理人的，接着呢，我们会深入拆解一下这个代理人到底有哪些核心的超能力，然后来看看一个更有趣的，就是当 AI 开始社交会发生什么事。再来，我们会用一个超惊人的案例，让你看到什么叫做100倍的生产力革命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来聊聊在这一切之后，我们人类的新角色 AI 指挥官。好，第一部分从答录机到代理人，我们来看看 AI 是如何从一本食谱进化成一位私人管家的。这个比喻我觉得超贴切，以前你得自己翻食谱，现在是管家直接帮你把整桌菜都准备好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部分，代理人的核心超能力，我们来揭开这个自主性的神秘面纱。它看起来像魔法，但其实背后是有几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在支撑着。所以这个代理人他最基本的运作方式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循环。你看哦，第一步他会先观察，看看现在环境是什么状况，接着他会思考，根据我看到的，下一步该怎么做最好。然后他就去行动，执行这个计划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，他会去看看这个行动造成了什么结果，也就是获得回馈，然后再重复这个循环。所以他不是那种一次就把事情做到位的，他其实更像我们人，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然后不断的动态调整。那问题来了，驱动这个循环的引擎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整个革命的核心，一次引擎大升级。以前的 AI 引擎用的方法叫做强化学习，说白了，就像在训练一只狗狗，你给它奖励，给它惩罚，让它学会一个特定的技能。比方说 AlphaGo 就是这样被训练到只会下围棋。但现在呢，完全不一样了。新的引擎直接换成了我们都知道的大型语言模型，也就是 LLM。这就像什么？这就像你不是在训练狗，而是直接请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。他什么都懂一点，有常识，有逻辑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可以处理那些从来没见过的各种突发状况。不过，这个新来的大学生有一个很头痛的弱点，他的短期记忆力，不太好。专业一点的说法叫做上下文视窗很有限，讲白了，就是他很容易忘东忘西。所以，为了让他能够处理那种又复杂又要做好几天的专案，工程师们就发明了一门新的艺术，叫做上下文工程。它的核心任务其实就一个：聪明地管理要喂给 AI 大脑的资讯，帮他克服这个健忘症。那具体是怎么帮他克服健忘的呢？主要有3个绝招。第一个叫做压缩。很简单，就是把落长的对话记录自动总结成几个关键重点，这样就不用记那么多细节了。第二个是过滤，比如说要他读一本超厚的报告，他不会傻傻的从头看到尾，而是只把跟现在任务最相关的那几段抽出来看。第三个，我觉得这个最聪明，叫做子代理。想象一下，当主代理遇到一件很烦的杂事，他会说：“这事交给你了。”然后就分派出一个小弟代理去处理。等小弟做完回来报告结果，中间那些乱七八糟的过程细节就直接删掉，这样主代理的大脑就永远可以保持清爽，专注在最重要的事上。
好，所以现在 AI 有了一个会思考、会记忆的大脑，但光会想还不够啊，它还需要有手，才能真的跟我们这个世界互动。这个手在技术上就叫做函式呼叫 （function calling）。它能干嘛呢？它让 AI 能够去使用各种外部的工具，比方说它可以自己上网呼叫 Google 搜寻最新的资讯，它可以用计算机算数学，它甚至可以操作你的信用卡 API 去订一张机票。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，AI 从只会思考变成了真的能做事。好，第三部分，数位社会的诞生。刚刚我们谈的都还只是一个 AI 代理人，那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大堆这种聪明的代理人，他们开始互相沟通、互相合作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就不只是量变了，这会引发质变。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很好，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。没想到吧，这个古老的智慧在最先进的 AI 世界里竟然完全适用。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有时候我们与其花大钱去训练一个超级无敌聪明的模型，还不如让一群比较普通的模型一起合作，效果反而可能会更好。而且不只是合作就好，怎么沟通的结构超级关键。你看这张图表就很清楚了。如果让 AI 像玩接龙一样，一个一个传话下去，这种单向的沟通效率跟品质都是最低的。但反过来，如果我们把它们组成一个网状的结构，让每一个代理人都可以自由地跟其他任何一个代理人沟通讨论，哇，那个产出的品质是远远的超过前者。这就证明了一件事：自由的资讯流动真的能激发出更强大的集体智慧。不过，一个社会嘛，不可能永远只有合作，对吧？一定还有竞争，所以就有研究人员做了个超酷的实验。他们把一群 AI 代理人丢到一个像狼人杀那样需要互相猜忌、尔虞我诈的游戏环境里，结果这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。就发现了这些 AI 不只学会了那种很高阶的，比如说策略性的欺骗说谎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当这些 AI 玩完狼人杀，经过这种社交博弈的训练之后，研究人员再拿数学和逻辑问题去考他们，发现他们的解题能力竟然也跟着大幅提升了。这真的太神奇了！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社交这种复杂的互动，竟然可以触发 AI 更高层次的智能发展。好，第4部分，100倍生产力革命。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AI 有了记忆，会用工具，还会社交合作，那这些能力加在一起，对我们实际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直接来看一个史丹佛大学做的真实案例，你就会非常有感。这个实验的人物是去扩展一篇现有的学术论文，是个很复杂的工作。他们先请了一位人类的博士生来做，结果这位博士生花了整整16个小时才完成。好，接下来换 AI 代员上场，你猜他花了多久？答案是1个小时，从16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。我们再从成本的角度来看，这位博士生的时间加上其他的资源，换算下来的成本大概是$1000。那 AI 代理人呢？他跑完整个任务的运算成本，你没听错，是低于$10。所以你算一下，时间是1/16，成本是1%不到。这就是代理式 AI 会带来的那种可以说是粉碎性的效率提升。好，终于来到最后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关心的问题。第5部分，我们的新角色 AI 指挥官。当 AI 越来越能干，把所有执行的工作都做完了，那我们人类还剩下什么事可以做呢？答案其实很清楚，这会是一场巨大的价值转移。我们人类的价值不再是去亲手执行那些繁琐的细节工作，我们的价值会彻底转向更高层次的2件事。第一，定义出那个最核心、最值得解决的问题是什么。第二，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宏观策略方向。简单来说，我们不再是那个埋头苦干的划桨手，而是那个看着星空决定整艘船航向的舵手。这句话，我觉得把未来的样貌描绘得非常清楚。未来最高效的实验室不会再是一个教授带着一群研究生，而会是一位资深的研究员领导着一支由 AI 代理人组成的大军。
而你的新角色就是要学会如何成为那位领导大军的指挥官。当然了，要指挥这样一支强大的 AI 大军，肯定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和风险。这就像我们发明了飞机之后，就需要一整套飞航管制系统来确保安全一样，我们也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治理系统。这至少包括3个层面。首先是安全性，怎么防止你的 AI 大军被骇客绑架；再来是治理，怎么确保他们做的事情都符合法律和伦理的规范；最后是监督，在那些最关键的决策点上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类在环的机制，保留最终的决定权。所以代理式 AI 的时代可以说已经不是未来式，而是现在进行式了。这不只是一场技术的革新，它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的重新定义。我们真的必须开始思考如何停止去做那些机器可以做得更好的事，然后开始学习如何成为那个能够提出好问题、下达好指令的指挥官。你的 AI 大军已经整装待发了，现在换你来下达命令了。